好各位親愛的現場的同學，大家午安。我看第一個除了是我們工作坊的同學有非常多是我們鳳林鎮或花蓮的同學，對不對？來，鳳林鎮或花蓮的同學請舉手。好，來請放下來，非常歡迎你們。那剛才主任有提到未來這邊每個月都會有一場這個活動，好不好？好，那如果大家等一下有 Q&A 也想提出來，所以想一下，等一下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想問，好，那多一點時間讓大家能夠提問題。那各位提問題的內容的部分大家知道第一個許醫師是一位家庭醫學科的專科醫師，好，所以等一下如果有一些身體的問題，大家也可以提出來詢問。那再來，許醫師也是一位精神科的專科醫師所以各位如果不確定自己有沒有精神病失眠、焦慮、恐慌想要看心理醫生，或想要吃藥，或是不確定自己是不是需要吃精神病的藥，或已經在吃精神病的藥了覺得想要怎麼樣停藥，那也可以等一下舉手來詢問，好不好？好，那主任這個等一下可以放東西嗎？放 PowerPoint？ 對对对，是行的嗎？好 OK， 好，那徐师要跟大家講第一個就是我們未來每個月徐師都會來到我們的賽斯村。那剛提到今年的2月13號我們也會在這裡圍爐所以全世界全台灣全宇宙我們如果有外星人想過來，我們也歡迎如果大家在2月13號這個徐師會開玩笑講叫鰥寡孤獨廢疾者或是一個人半夜在家覺得空虛，覺得寂寞，覺得冷那自己必須要來這邊希望跟大家一起圍爐的人，我們歡迎大家一起來。好，那今年先特別選在2月13號，那因為2月13是星期五，那到星期一是除夕所以各位可以來這邊先跟賽斯家族圍爐，然後星期一可以再回去跟家人相聚。好，那剛提到未來每個月的第3週徐醫師都會來賽斯村。那目前我們有2個部分2個活動是完全免費的。第一個就是昨天晚上禮拜五晚上的6點半到8點半的這個電影欣賞。好，大家不知道所以你們昨天晚上沒有來我們昨天晚上在樓上看電影吃爆米花。看電影吃爆米花。那未來這個所有的花蓮的或全世界的學員都可以在禮拜五晚上的6點半到樓上跟我們一起欣賞電影。那我們昨天晚上觀賞的電影是一出在2013年的一出電影大家可能看過書也看過電影，叫《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好，那在我們早上的工作坊裡面，或者也許等一下許醫師也會深入跟大家剖析這部電影。因為說實話，有時候當你看完一部電影，沒有好好的討論，好好的剖析，你是沒有辦法去吸收電影中到底要傳達給我們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訊息。有時候你看了之後你並沒有去理解它背後真正令我們感動的地方。所以禮拜五第3週的這個禮拜五的晚上，我們會有免費的電影欣賞。歡迎大家都可以過來。然後再來就是今天的禮拜六的下午。
好，2點到3點半，好，是我們的公益講座。那我記得上次在花蓮，在賽斯村辦公益講座，已經好多年前了。好，那個誰記得嗎？那個叫什麼？秀娟啊，或是那個對，好多年都沒有辦了哈，所以我們這一次又開始辦，來大家鼓掌一下。好，所以2026年是一個全新的開始。那等一下大家就可以走動一下。好，那我們這個那邊還是廢墟一片哈。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那些石頭？啊，那是我們特別從宇宙運來的。然後那些石頭以後就是那個魔法陣，有沒有？大家聚財陣也，大家知道哈，2026要聚財嘛，所以我們在上面就會刻了很多聚財的咒語。以後在那邊打坐哈，這個年收入就可以翻倍。沒有，我在講笑話啦，聽得出來嗎？聽得出來哈。以後那邊那5根柱子有沒有？那5根柱子啊，就是以後的聚財陣。好，聚你的健康，聚你的錢財，聚你的這個邪靈退避，貴人降臨的一個生命的一個好運，好不好？好，所以我們會請這個藝術家，好，我們看請哪位藝術家來把這個5根這個我們的魔法陣，好好的把它做起來。好，那再來未來我們山後面也會規劃一個步道，好，從這邊一直往上走。好，那我們準備規劃這個過5關斬6將。好，大家又可以做一個輕旅行，又可以在每個關卡當中如何來修煉賽斯心法。好，那我們這邊也會不定期的辦活動。好，當然會有收費的工作坊，那也會有很多將來免費的活動，是吧？好，希望大家一起來參與，就像今天下午的這個講座一樣。好，那未來我們這邊會結合當地比如說我們可能每年還是會辦賽斯大會，也希望所有的人來參加。好，那今天其實很開心，我們的賽斯林間餐廳，好，今天第一次上玻璃，我們今天終於在一間有玻璃的餐廳吃飯了。好，終於在一間有餐廳的玻璃吃飯。那未來我們賽斯村跟全台灣各地基金會最大不同的地方，好，剛提到鳳林鎮是全台灣水質最好的地方，對，好，所以未來我们打算出鳳林的這個礦泉水，沒有，這完全講笑話了，沒有要出礦泉水了。對，好，未來我們這邊賽斯村跟全台灣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剛講就是它地處在一個這個山裡。好，那最後我們這裡是要形成一個生活的共修的一個地方。好，不是大家只是來這邊上個課就離開。好，事實上我們很多的學員已經開始住在這裡了。來，現在志工或學員住在這裡的請舉手。那個美萍不是嗎？算了，當然啦，住在這裡打工換宿的還有那個佩佩對，好，所以未來我們這邊會有非常多的在這裡居住的比如說來，我們的佩佩同學到前面來。他本身是一位瑜伽老師，然後現在大家看他這樣子因為他在做一些治療所以有一些副作用。他本來是美若天仙的，好不好？他本來是美若天仙的空姐退下來的。對，那而且現在是一位瑜伽老師。好，那未來我們希望來這邊的志工也好，常住的人除了在這邊療養，比如說許醫師也會希望他在這裡創業，將來是不是每個禮拜或每2個禮拜可以來開瑜伽教室？我們先從
免費的分享開始啊！來，想來參加佩佩的瑜伽教室的，請舉手。哇，你看，哦，太好了。我們先從免費的開始，你們覺得教得好，我們再來收費。來，你在台北一堂課是多久？然後收費多少錢？我在台北是瑜伽最大的瑜伽館教課。是。对，我這樣講好像不太好講，沒關係啊。對，大概一堂課60分鐘，是我付給老師是1500啦。但是如果是1對1的話，大概我自己收是2倍的價錢，3000哦，3000，這樣很貴哦。我們鳳林不要這麼貴好不好？我們可不可以便宜一點？最便宜可以到多少？在這裡哈，最便宜可以到多少？最便宜，不會，以後就很豐盛的啦。對，就人很多。我說，如果對我們的學員呢？學員，你是說一個人還是一堂課？哦，一堂課，不多嘛，150而已啦。150那根本就是跟買一個菜一樣，還有什麼？對不對？來，是不是？鼓掌。好，之後我們未來會有很多陸續鰥寡孤獨廢疾者。來這裡做什麼？今天的主題是什麼？來，什麼？這個主題，跟着靈魂走，我就是 CEO。好，所以我們的佩佩同學，好，來到這裡，哈，同樣在學習，在成長，在療癒他自己。那徐師也希望他在這裡創業，來開展他的瑜伽課，哎，對不對？哦，一定會的。我們這裡一定會有料理教室。料理教室，來，我們先把這部分先再多講一點。如果你想在這邊創業，好，我講一下好了。你打算怎麼創業？因為我自己是我的派別叫做愛揚格。好，愛揚格，我們的上師是印度人愛揚格。你現在看到的瑜伽的輔具，就是繩子、磚頭、毛毯、抱枕，都是我們創的。不是，它是支撐的，所以我們從0歲到99歲都可以練。而且我們以後我希望，不是拿磚頭砸別人的。我希望以後我們有瑜伽牆，就是年紀大的我们都可以用就是固定拉的方式去伸展你的身體。其實你的脊椎，你的就是我們會用各種的輔具去做練習。其實蠻需要，因為我偶爾會有急性。這個椎間盤突出，對。然後我是蠻希望，每次運動就容易受傷。對，我是蠻希望，就是讓大家體驗看看這個，真的是會非常療癒的瑜伽課程。然後以後這邊，因為賽斯村本來就是做療癒的，就是一個取向嘛。那我們的派別本來就是療癒非常的著名。那我也希望以後我們這邊就是全世界都知道這邊有一個療癒村，然後療癒的各種課程，還有療癒的瑜伽可以上。這是我自己畫好的藍圖，希望有成就的這一天。是啊，我們先從免費的分享開始，大家覺得學得好，老師有料。來，各位，我是說教學有料，不是身材有料哈。老師有。在台北教20年，桃李滿天下。真的，我原來是這麼優秀的老師，我都不知道耶。好，那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希望慢慢的把這邊建構成一個瑜伽療癒場。好，但是我們優惠花蓮跟鳳林鎮的人，好，他們的部分再打8折怎麼樣？他都很哭而對，喜極而泣啦。對，鳳林鎮跟花蓮，對，再打8折，對，好，就至少要有一口。他那個眼睛都射出小刀，了。對，來，還有什麼要說的？好，我們回到剛講，因為今天我們的主題哈，我也要回應一下這個主題啊，或回應昨天看的那個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傳統的行銷是把東西賣給你。可是新時代的一個心靈的行銷，它講的是心靈部落，它講的是價值交換，它講的是我如何跟着我的靈魂藍圖而提供別人的需求。就在今天的我們的主題裡面，會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半夜3點起床上社群軟體。
而發現那些半夜3點睡不着的人，他的需求是什麼？他的需求是什麼？那你能不能提供等值的價值來給他？就是服務提供，我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服務給你？那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愛跟感恩的心情回饋給我？就將來如果我們不收錢，可以收米嗎？或一隻土雞，或一籠雞蛋，可以嗎？可以。等值的物質交換，可以接受嗎？的水果跟蔬菜。所以下次如果上學士的工作坊，經過主任同意，也可以拿一籃水果來換。啊，真的。对，下次如果上學士的工作坊沒有錢，啊，也可以拿等值的商品來換。大家覺得怎麼樣？好不好？鼓掌。啊，等值的商品來換。來，主任覺得呢？一鍋雞。對，像我們中午就吃那個什麼猴頭菇是吧？哦，一條魚。對。好，那對於在賽斯村未來的創業的計劃有什麼想法？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那個瑜伽的輔具在，可能就是在你們昨天上課2樓那個。哦，我們那邊還有好幾間教室啊。哦，我們不只有大教室，我們還有中型教室。然後我自己的規劃是，譬如說，那邊有其他的中型教室。對，譬如說有捐我說的瑜伽的抱枕、毛毯，捐可能2張，我就送你1对1的一堂療癒課。哦，对，像這樣，然後去募這個資，然後以後大家都可以用。對，那我們這邊應該有很多很想要就是做那種1對1的，然後深度的療癒的瑜伽。好，還有第一個支持哈。我等我方案寫出來，我覺得就很多藍圖，我覺得我自己想都覺得很興奮。就是你的說自己可以來這邊當 CEO 的這個概念。對，我們希望每個人都來這裡當 CEO 好不好？啊，那個手沖咖啡的下來好不好？他回高，我來這邊3天他都在，現在回高雄，你這樣是什麼意思？有副主任他也很會沖，那你代替他來講啊，手沖咖啡的 CEO。那我們謝謝佩佩，來麥克風給我。來，未來我們這邊聽說會有手沖咖啡的 CEO 是吧？好，來，好，等一下有綠拿鐵是吧？你幹嘛在那邊搖什麼頭？來，我們這邊怎麼樣？手沖咖啡，你們打算怎麼樣跟着靈魂去創業，當自己的 CEO？ 來，來，我們先給他鼓掌一下哈。來，我們的明慧驗證了一句話哈，那個戲棚下站久了，主角一定是你。來，各位，我告訴大家，這個人多奸詐，多奸詐！你看他來這邊當志工，默默的在那邊做。默默的付出，沒有錢一樣很認真，做的比那個有錢的還認真，那大家就會心生愧疚感。這個人沒有錢怎麼那麼認真？可是後來缺就出來了，副主任的缺就出來了，就第一個想到他。你看他奸不奸詐？奸詐，做的比那個領錢的還認真。那你說有副主任的缺，不找他找誰？各位，所以想得到工作，先來當什麼？志工。等他有一天100年離開了，位置也是你的了。想到賽斯村工作嗎？想嗎？來怎麼樣？來怎麼樣？當志工，等主任掛了，又有職缺了，好不好？或主任的男朋友掛了，也有職缺啊？沒有啦，這個沒有職缺。好，來，你想跟大家分享什麼？哦，那這邊的咖啡吧是由另外一位志工瑞金他所負責。這邊有麵包的烘焙跟餅乾的烘焙，還有拿鐵的部分。那我是負責手沖咖啡。聽說還做一個窯，將來會有窯子，不是土窯雞的窯啦，不是那個窯子。OK， 土窯雞跟窯烤披薩，不是那個窯子那個窯子哈，是土窯雞的那個跟窯烤披薩。那手沖咖啡的好處就是說，你可以自己調配自己所喜歡的味道，有10幾種可以自己調配。
你們的 CEO 策略是什麼？來，解脈的不是咖啡，解脈的是風情。解要你品味的不是咖啡，要你品嘗的是人生。解要賣給你的不是咖啡，是要幫你進行療癒的過程。一邊喝咖啡，爸爸借我一樣，一邊摸着你的50肩。咖啡進入你的胃，療癒能量進入你的50肩。這樣各位有沒有感受到？對，解脈的不是，解脈的是風情。給你喝的不是咖啡，是要進行什麼？療癒。來，就是進行一些心理的療癒的部分。专業電影就是這樣子啊。對啊，他就把手放在這裡，結果一個粉碎性骨折的人在10個月後可以參加奧運選拔會。一個大腿粉碎性骨折的人在10個月後可以參加奧運選拔會，就是因為把手放在這裡進行療癒，感覺到溫暖的熱度。對，我覺得你比我認真。好啦，我們謝謝明慧哈。好，來，那個新橋日式料理的出來。來，我們這邊以後會有料理教室。好。日式料理或客家菜包，我記得之前辦過活動，辦過客家菜包。大家客家菜包就是那種，那個麥克風，還有客家菜超貴，還有如果有客家鹹粿的，每一個料理我太太應該都會參加。各位，因為自從我媽媽老了死掉之後，我就到處在找客家鹹粿。大家知道客家鹹不是鹹甜粿哦，是客家鹹糕。而且我再告訴大家，煎這個客家鹹糕我很厲害，因為客家鹹糕最大的問題是煎一煎放一起全都會粘在一起。大家知道哈，我就會每一片放在平底鍋，然後讓它每一片全都粘在一起，最後變成像一片披薩。因為它本來就會粘。客家當過年的時候，每一片都會粘連在一起，不好分開。所以我在煎的時候，就把每一片通通把它鋪滿，然後用那個珍惜工藝安怎講鏟子，把它全部每一片都粘起來，最後一片變成披薩圓的，然後這樣翻面，然後真的要切的時候，就一片一片切開。這是我發明的獨特的煎法。因為客家的鹹粿很好吃，所以未來我們這邊如果有這個每個月都會辦，來那個主任辦料理教室。然後因為這位同學他有多年的日式燒肉店的經驗，所以看什麼時候教大家來做一份日式料理。來，如果你今天來這邊創業，假設我們的餐廳包給你，你最想教大家哪一道日式料理？你怎麼創業？如果你怎麼來賽斯村創業？來，最後我開個玩笑未來我們希望賽斯村是每一個人來這裡創業的地方，好不好？每個人來這裡創業，手沖咖啡或藝術家，我們甚至做藝術村。我們做個藝術村，各位看這個畫家要做的是書法，還是壓克力顏料？還是雕塑？我們甚至可以把賽斯村變什麼？藝術村。甚至連插花都可以。來，如果你來這邊想創業，你打算怎麼創業？大家知道我們這邊附近有個月爐嘛，就是很有名的餐廳。對，我剛剛想到可能要帶一個師傅來，因為我很會講菜，但是做菜可能還要一點功夫。自從你今天講了之後，我要更好。你用講就好啦。玉子燒，玉子燒，日式玉子燒，很喜歡吃玉子燒，一定要用那個日式銅鍋下去煎，而且要慢慢煎。玉子燒怎麼做？跟我們講。那你怎麼在赛斯村創業？賽斯玉子燒，大家鼓掌一下。謝謝。你們可以吃到最正統的日式料理的玉子燒哦。這是要去台北才吃得到，今天在花蓮就吃得到了哦。來，確實，我之前是
那時候挖角了一位在信義區的 Kaiseki 日式料理的料理長到新竹去做日式料理。那時候他在台北的話，他都是做懷石料理比較高級。但是到了新竹之後，我想要做一個比較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日式創意料理，所以價位沒有那麼高，但是也還不錯，很受歡迎。是，對對對，所以有一點功夫底子，下次也可以把我師父騙過來。他住台南，對，因為他最近這幾年回台南。玉子燒的國際級的師傅帶到賽斯村來，鼓掌。謝謝。哇，好，那另外我也有開一個中式料理，中式料理，下次也把中式料理師傅騙來，他在我那邊10-20年了。對，哇，對，如果需要交流的話，就如果我們未來辦工作坊變化菜色，可不可以外聘師傅來當志工？对，可以，可以，你就沒問題。他來，因為你是老闆嘛，對，要來當一日志工，大家說好不好？好，謝謝。哇，好啊，怎麼聽起來好興奮呢？我們中式料理在97年，2008年開，現在還在營業中。哇，你們中式料理，你覺得你最得意的一道菜是什麼？我们有一道叫做醃篤雞。什麼？那個醃篤雞。醃篤雞，那個湯很鮮，然後熬要熬8個鐘頭以上。哇，對，還不錯哈。怎麼感覺上又想吃？感覺年菜可以貢獻這一道。餓了。對呀，我只聽過醃篤鮮，醃篤鮮，對，醃篤鮮，對。然後一品雞，你很厲害，我太緊張了。一品雞、醃篤鮮都很好吃。一品雞跟醃篤鮮，對，一品雞，哇，這樣可以吃到2道菜耶。還是你們年菜需要這一道，要不要我帶過來？要哈，一品雞。圍爐有這道菜咯。哦，要不要？好啊，好，老闆娘都說了。對，好，一品雞沒問題。還有醃篤鮮。看喜歡哪一個都可以，太好了。看幾個人，然後我先把它做好冷凍，你們帶來就是還是很新鮮，然後熱起來吃就可以，加青菜，這樣可以啊。好，我們謝謝這位 CEO 哈。來，我想再問一下，還有哪一位 CEO 想來賽斯村創業的？來，那個藝術家玉芝，來，他是一位藝術家。來，各位，他最得意的一個作品是他個人的裸體畫。來，你的裸體畫方便投射在那邊讓我們看嗎？要找一下，那你等一下找一下。我們不喜歡想象。那個明慧，他有一幅他的自畫裸體像，等一下投射上去給大家看哈。對，他的自畫像，各位，我們是藝術哦，不要想歪了，我們是藝術，好不好？來。對啊，因為我之前是留髮的，留髮，對，你會做那個髮飾的那個像棍子一樣的那個麵包嗎？對，我會做啊，我會是那個髮飾吐司，而且那個吐司還要有一點那種，可是那個在歷史上他們是窮人吃的，我們窮人啊。很奇怪呢，我們窮的要死啊！因為他麵包那窮好吃就好了，你管我窮不窮？奇怪耶，你這樣子說這樣很不禮貌誒。是講歷史嚴格。法式吐司，對，就是他們那個吃不完硬掉的，然後他們會再跟我們的更那個感覺是一樣的。對，然後最後到國外就變成很高級的法式吐司。來 ，OK。對，來，不要跑那麼遠嘛。如果你來這裡創業，你打算怎麼創業？其實我比較喜歡的是，因為我在創作嘛，比較喜歡的是，展出我的作品，然後賣我的作品。是我比較喜歡是這樣子。然後我來這裡觀察這裡的牆面。哦，牆面。對，然後大概因為我們剛粉刷好啊。對，然後大家如果就是在這邊用餐的話，還可以欣賞我的藝術作品，這是我最想做的。那就視覺人就買回去。那在這邊做你的展示空間。對，然後銷售。對，但價格不便宜哦。哇，尤其是那個裸體那一幅，我是定價1000萬。
那是可以募資啦，不一定就是一個人買。我看是賣不出去。好了，你說我病哦，你看不远來，然後你打算怎麼在這裡？有沒有可能在這邊教大家畫畫？其實我不喜歡教因為我的是比較創意的。可是我發現學生大家創意畫畫，用學生都沒有創意，啟發式的教學沒有，我們這裡都有，尤其是鳳林鎮跟花蓮市的，有沒有？我們這裡都有。我是教法文的，有沒有想要學法文的？真的嗎？那就一個學生，有人舉手啦，真有其實我4個了。我除了教語言，還有文化的部分還蠻強的，就是因為我很喜歡旅行，你就一邊教畫畫，一邊教法文啊。我用法文教畫畫可以啊，可以啊。對，但是我最想做的真的就是展我的畫作。那你總要畫才能展吧？你總要下去畫才能展啊。我已經很多作品了。对，但是教學上的話，我真的是比較不感興趣啊，因為因為台灣的那個學生都比較希望是示範啊，對，那我不喜歡示範，因為我希望學生自己，對，比較是自己有創意把它畫出來。可是我每次這樣講的話，學生都不知所措，老師我要怎麼畫？對，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做我自己的創作，然後把它展出來。那如果喜歡的話，就把它買回去。好，那我們謝謝我們的玉芝，謝謝。等一下你的這個裸體畫，你去幫他們找一下好不好？好，那我們來欣賞看他的裸體畫哈。好，來那個綠拿鐵，出來講一下沒關係啊。哎呀，出來，好，來啦，往好的地方講哈，這位同學是來這裡這個學習、成長跟療癒啦。對，好，往不好的地方講，快死了。對，他大概以醫學角度來講，也許多久？沒講啊，可能大概你自己猜。有可能隨時，也可能很久啊。醫學一般啦，大概給個數字。醫生不敢跟我講。你猜大概多少？我猜哦，3到6個月，3到6個月，應該半年吧，差不多。對，因為他罹患的疾病，那目前已經全部轉移到左肺、右肺，全部已經都轉移了。所以許醫師就鼓勵他來這邊學習成長。那因為我們賽斯心法。我不能說所有接觸賽斯心法的人都會奇蹟式的療癒，許醫師絕對不會這樣說。好，但是來這裡，我們希望能夠做到靈魂的平安。我也是要讓大家看到，今天縱使在醫學上可能只被判定最多只能活3到6個月的人，他依然可以站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來，我們給他鼓掌一下。那我們也提供來這裡打工換宿的機會，雖然其實也不太能打工，有呢，只能打蚊子、打蒼蠅，我幫忙打老鼠。好啦，對，我昨天還跑上去鳳凰瀑布一個，真的假的？然後遇到好心人把我摘下來。好，那他之前其實曾經有一個創業夢，就是他的這個綠拿鐵。對，來講一下你綠拿鐵的部分，講一下，如果你在賽斯村創業，想要賣你的綠拿鐵，你要怎麼進行這件事？那你總是自己要先好起來嘛。你要是掛了，會想要做綠拿鐵，是因為在化療期間，就是化療回來很累，然後我就會把很多蔬果，然後加進去加一些堅果，然後喝完的時候覺得，體力上就是恢復得很快，然後身體的水腫也都會排掉。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東西是讓我身體可以輕鬆的。所以好的不夠快，是因為你綠拿鐵裡面沒有加我們這邊當地現種的花草，可能是哦。因為昨天許醫師去散步回來，尿實在太急了，我真的走不到這邊的廁所，我就在這邊的路邊，有沒有？施肥。對，就趁四下無人的時候小雷泡尿，所以我不知道那邊的草會變靈藥，會被你鹹死，會不會變靈藥？會因為這樣產生奇蹟式的療效？
對，所以我以後是不是你們是尿急的時候，都在這邊找一塊花圃這樣子，以後就是靈藥園。好了，這是講笑話了。來，那你多講一下你的綠拿鐵。如果你要創業，你打算怎麼進行這個部分？想要創業就是做成鮮凍包，然後讓大家可以帶回去用蔬果料理機，然後打開沖個熱水或熱豆漿，就可以現打現喝了。那你要不要在這邊先試賣？在這邊先試賣，先試賣，先免費提供試賣，大家反應好，我們再來定價格，可以嘗試看看。各位，大家給他鼓掌好不好？好，因為往不好的地方講，說實話，真的也不曉得能夠在地球還待多久。可是這個情況之下，他還是想去圓他的夢，他還是想到賽斯村來學習跟成長。好，所以徐醫師覺得其實真的也不容易啦。好，因為他之前罹患了神經內分泌瘤，好，也到醫院去開了刀，所有的治療全都做了。可是當回去複診的時候，兩邊的肺變滿天星，兩邊的肺全部轉移，縱隔腔也全部轉移了。好，那我們賽斯村就是希望來協助大家，就像剛剛徐醫師講的，我們不會說你因為賽斯心法就一定會痊癒，各位這句話太驕傲自大了。但是我們願意接納所有想要療癒的靈魂，我們願意接納。甚至在不管人生的多少的歲月，我們可以來學習跟成長，這是我們賽斯村的心願，好不好？好，謝謝徐醫師。好，那美萍就試着創業看看哈，看你的綠拿鐵。其實我覺得，我先講一個笑話哈，就是我最近在看一部大陸劇，叫什麼《裕民茶谷》。裕民茶谷，那我太太就會常常看劇哈，會順便看很多網友的評論。那很多網友很喜歡那個男主角，好，就說他走出男主角的另一種賽道，他開闢了另一種賽道。好，賽是比賽的賽，就這個男主角能文能武，能屈能伸。他可以作為皇帝的欽差，高高在上，他也可以去裝傻裝苦，甚至變成一個綠茶婊子男，然後開展他自己的人生。是，好，所以徐師剛提到你的綠拿鐵名字不好，可不可以叫綠婊子拿鐵？或是綠茶婊子拿鐵？好了，這是笑話了哈。那名字好笑一點，哈，能夠讓大家覺得會心一笑。好，尤其大家應該很喜歡看我的廣告，對不對？因為都很怎麼樣？好笑，都很好笑。是啊，來，在座還有沒有哪一個人覺得你可以來這邊創業的？來，妙妙，如果你來這邊創業，你要做什麼？來，妙妙到前面來。好，妙妙是我們花蓮的賽斯家族哈。那大家看這樣一副好像小女生的樣子，她好像聽說已經屆齡退休了啊，而且已經當阿嬤了。所以你到底今年幾歲？先跟大家講一下，來，就是先講幾歲。自己都覺得永遠28歲。她實際上幾歲嘛？我們還是要知道。秘密呀。所以已經退休，所以已經超過65歲了。我是提早退休。所以超過55。是超過55歲。對，好，他是我們非常早的賽斯家族啦。接觸賽斯幾年了？基本上超過20年咯。96年就認識徐醫師了，那時候也96年到我們單位也。沒有96年到現在是幾年？啊？15、19、20年。20年了。我已經認識徐醫師20年了。對。好，所以你本身的職業是一個老師，過去？沒有，公務人員。公務人員。對。好，那如果你退休來賽斯村創業，跟着靈魂的
開公司，你就是 CEO。來，你想創業什麼？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本身喜歡瑜伽，還有做哦，那我們就有2個瑜伽老師哦，一個負責身高1.7米以上，一個負責身高1.5米以下的。對，你看他就負責那個射兩季拍勞個偶戲那種，有沒有？對，他就負責那個比較高的。來，然後也喜歡那個還有什麼？自然親近花草導覽吶。對，這邊也可以綠療。對，或者帶草叢裡面去，然後療癒這樣子。綠療，嘿，然後呢？這樣子範圍就很廣了，有人有花草植物，對，還有動物也可以。我們後面有整片山啊，那乾脆讓你開闢成綠療的園區好了。對。哦，這些是，所以你可以是一個插花老師啊，教大家如何就地取材，然後把自己的生活環境布置成自己覺得很開心的啊。也可以呀。對。那他就來開插花課啊。哦，我沒有學過啦。但是都沒有學，可以開啊，為什麼不能去？不能開？哎，沒有學能不能開？從今天開始，覺得當下是威力之點，那為什麼不行？也是，對，真的 ，BB 姐對她對我沒有學的當老師，也學過的當助教，這不是搭配的很好嗎？來，對，誰說 CEO 一定要什麼都會？就像剛才我們那個同學提到，他找他的大廚師來啊，他說的一口好菜呀。對不對？對啊，他們都以為我有就是學過插花嘛，然後問我什麼流，我說妙妙流，嘿，妙妙流。好，我們謝謝妙妙。好，來，那這個小華，來，你來囉里吧嗦，老師叫你還有什麼不要的？來，他先生是台灣第一玉雕大師，他先生啊，然後我現在也要讓同樣的問題來考他哈。如果你打算在賽斯村創業，你打算怎麼創業？怎麼當自己的 CEO？ 那我想這個部分哈，各位許醫師的意思不是你真的要開公司，但是你也可以開公司，我沒有意見。好，但是我們如何當自己人生的 CEO？ 各位就是霸道總裁的概念，這樣知道哈？霸道總裁的概念。來，如果你來這邊，是這一幅1000萬嗎？鼓掌。那1000萬我們賽斯村可以抽多少？全部捐。那1000萬太便宜了，太便宜了。你想要說什麼？他要解釋一下，先讓他解釋一下。來，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對，其實我是一直希望那個徐師你要加油，我希望那個賽斯醫院能夠成立哦，對，然後我是希望這筆費用能夠捐給賽斯醫院。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心靈驛站，對，那它其實就是一個網絡的概念。對，這個我有跟二姐講，對，然後從那時候這是3年前。其實我這樣講，賽斯村也是個療癒的地方，它不走醫學的系統。其實賽斯村也可以說是一個身心靈的醫院啦。你就捐給賽斯村吧，就1000萬，就捐給赛斯村，捐出來，來鼓掌，對。然後，各位，像這種華而不實的言論，我們聽得太多了。你記得我記得我看過了。這種裸照的東西怎麼會忘呢？然後通常我們看的都是畫家在畫女 model 的裸體，很少就是藝術家自己的裸體，其實蠻勇敢的，是創新。對，我要展出這個也是有心理過程的。怎麼說心理過程？剛開始覺得很害羞，要把自己的裸體展出來，而且是在公共的場所。是我們比較害羞，真的是我們比較害羞。對，各位，因為我們之前有一句話。當你自己不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沒錯，當你很尷尬的時候，就要記得沒有表情，最後別人臉就會紅，他就自己離開了。對，就會自己離開。這樣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哈？好，我們謝謝玉芝。好，來那個，對，來，我們就從捐給賽斯身心靈醫院轉捐贈給賽斯村哈，來。如果你打算在這裡創業，好，一間讓你們作為玉雕的展覽室，你覺得怎樣？
我沒辦法做決定。你去你先在那邊偷啊！你這是夫妻，你怕什麼？他有在聽你的演講哦。那這就更正大光明了，去偷。來啦，如果你打算在這裡創業，你要怎麼做？當然，我先是玉雕創作，我是說了一口好玉。哦，所以他是負責銷售的啦。对，所以有的話，可能我现在如果有作品，我大概是負責說的那一位。是，我很會說故事。我很會說玉的故事。我們今天的主題有一部分就是說故事，說身心靈成長的故事，說還有療癒或死得很平安的故事。對，我們這邊需要的就是故事，因為故事才會有溫暖，才會有溫度。人需要的是溫暖跟溫度。來，然後我現在的作品有一系列的，其中有一個我特別有感覺是秋的禮讚。秋的禮讚，他刻的是秋天的秋還是台語還是台語的秋？然後那個枯葉他刻得很美。你說那個秋天的禮讚，秋天的禮讚，對，就是秋的禮讚。然後我老是想到台語的那個秋的意思。徐氏還停留在那個裸體。你看他會幽默我，你看，對，然後我覺得那一系列是它是採自大自然的議題，就是為什麼用禮讚來形容？它其實是枯葉，就是葉子枯掉，它落到泥土裡，其實它會轉成營養，讓那顆明年的新芽化作春泥更護花的概念。對，我們是由這樣來創作這樣一系列。其實我想過，如果有機會來這邊展應該是很棒，因為是大自然嘛。我們可以布一個展啊，可以布一個玉雕展，大家說好不好？作者就可以看到台灣第一玉雕創作家的玉雕展。它不只是台灣，其實3地啊，就是華人的世界，其實他在這邊他們的作品一系列叫做台灣雕，台灣雕玉，來玉雕啦，台灣之玉雕，簡稱台灣雕。好，台灣雕 ，OK。是，那對啊，大概是這樣。好了，我們看那個主任開始看怎麼布展哈。來，我們希望未來這邊有很多藝術展覽啦、雕塑展覽啦、花藝展覽啦，或是甚至當地一點的，我們比如說剛講客家菜包，比如說草仔粿比如說這個菜頭粿或是很多你們的拿手菜都可以。來，你的拿手菜是什麼？那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这是第一次第一次來。那你说你做最好吃的菜是什麼？你告訴我名字。我最好吃，因為我是吃素。那你做最好吃的素菜是什麼？我不小心發明了一道菜。你不小心發明一道菜，鼓掌。那是我吃過覺得最好吃的。那這個菜是什麼名稱？怎麼做？你跟大家講。目前沒有名稱。怎麼做？用什麼做？怎麼做？那個綠色的花椰菜，那個梗啊，我們通常把它丟掉，我就把它皮削一削，切成丁。切成丁。再胡蘿蔔丁、香菇丁，還有素火腿丁，還有木耳丁，就全部炒在一起。所以這道菜叫做小叮當。這個很多丁。是，然後加一點醬油，這樣子炒在一起。在最後要起鍋的時候，加點芹菜跟香菜。芹菜跟香菜。對。好，如果有機會請你來教大家做這道菜，你願意嗎？可以來鼓掌。謝謝。所以我們的那個廚藝教室真的要做起來對，各位，因為我們剛剛講那個柴燒的那個窯烤有沒有？對，就是一隻雞，一個小朋友都可以放進去啊。沒有嘛，小朋友不可以放對，那你把你最拿手的菜帶來好不好？謝謝。來，這位同學，如果你想來創業，你打算創業什麼？你看，不願意放，剛剛說還在那邊害羞一下，我要拿不讓我拿，你看，
各位，你都在害羞東西 gay 啦，你看，來，你要說什麼？你說。圍爐那一天，我可以做一道過來。哦，鼓掌！2月13號，歡迎大家來圍爐，好不好？好。哎，來，你來，你啊，來，各位，他是那個多發性硬化症。那當然，這是一個免疫系統疾病。可是，當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過去20多年的感情，然後最後分手了。然後他其實很多的傷心難過。那後來多發性硬化症，簡單講，多發性硬化症就是我們的自體免疫系統不斷的攻擊神經的髓鞘。好，那造成的症狀就是可能會影響視力，可能會全身無力，可能會全身癱瘓。好，可是這些同學非常不容易，各位，他有時候走路會稍微不是很方便，可是許醫師到屏東上課他會去，許醫師到台南、高雄上課他都會去，於是來到花蓮上課他還是來的，我們給他鼓掌一下。謝謝。他叫做迎青，來，迎青，現在許醫師想問你的問題是：如果你到花蓮賽斯村來創業，你想創業什麼？來，我先講個笑話哈。我媽媽91歲嘛，在去年11月26號往生。那我記得她在80幾歲的時候跟我說，她想創業。她第一個想創業的是賣檳榔。你講你想要賣高檳榔，我說你是要賣青啊，其實而且三蜜哈，因為他以前的那個認知啦哈，後來他說他想賣他的拿手菜，比如說做蚵仔米線，還是做炒米粉。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人好像到了70、80歲，人還希望自己是有用的，所以今天我們的這個當自己的 CEO， 就是你如何讓自己覺得你是有用的。那各位，有用不一定是賺得到錢，有用它也可以是一個提供服務。好，像昨天我們在看那個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後來年輕人就在生蘇格拉底的氣。你多厲害，你還不是在加油站當員工，你還不是就是社會的底層，你有念伯克萊大學嗎？你有念哈佛大學嗎？我看你是人生失敗組吧。然後蘇格拉底就跟他說，我是加油站的服務員，我覺得我的工作很高貴呀，因為我在服務人類。各位，職業沒有貴賤吶，只要我們能夠提供一個服務，我們就是高貴的。而且當我們用我們提供的服務來換得相對的一隻雞一隻鴨，鵝現在很貴那個還有等值的金錢，為什麼它不是高貴的？所以任何的行業沒有一個不是高貴的。你說好不好？對，來，如果你來這邊創業，你打算要什麼？同學，如果家裡有道士的，教大家畫符驅鬼的啦，平安符啦，或者安太歲啦，什麼都可以啊，教大家怎麼畫符啊。來，我是什麼東西都會一點點，但是我沒有特別專長什麼。那你教大家什麼都不會，但是有自信啊？怎麼樣才能有自信？自信我也是還在學習。對，那如果你要在這邊創業，來。然後立即當一下，如果你想來創業，你想做什麼？我想要教大家接觸大自然。接觸大自然，你多發性硬化症走路方便，你要教大家接觸什麼自然？我有越來越好。越來越好。對啊，我有越來越怎麼樣接觸大自然？比如說森林療癒員導覽員，或者未來我們這邊可能會有一個森林步道嘛。好，我們會安排輕旅行。好，那每走一圈下來，就修煉了一圈賽斯心法，而且瘦一圈。對，好，而且在固定的每個點埋一個玉器的雕塑，挖到就是你的。由小華跟他先生提供。好了，來，你怎樣教大家進入大自然？我进入大自然其實我個人的話啦，我是會去碰它們，然後你會去碰？你会去碰啊？你會放到嘴巴神那種百草嗎？是沒有這樣的。你會去碰植物，然後我會去碰植物，你會去感應它。對，我會去跟他講話。對。然後在這講話的過程當中，我就跟他說：“謝謝你們這樣子，然後我愛你們。”
嘿，這樣子。然後其實我有發現，這樣我有得到療癒啦。對，那我覺得接觸大自然是我自己從小到大，我覺得我講句實話哈，我看到曾經有一段賽斯資料，我跟大家分享。賽斯提到所謂的食物集體中毒，來，你們看過很多社會新聞，食物集體中毒。赛斯講過一段話，我到今天還在揣摩。他說，有時候所謂的食物集體中毒，不是食物本身的因素，是因為那時候在料理的廚師釋放出大量的負能量，釋放出大量的負能量。對，來舉個例子，之前台北我記得是哪一個，然後那個米那個東西中毒，那個是什麼？板條、米苔目之類的。好，那好像那個叫什麼邦克列酸什麼東西的啦。各位，那一家餐廳好像已經快要結束營業了。那意思是說，當一個經營不善的餐廳在結束營業的過程當中，他的工作人員情緒一定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強烈懷疑那一個次的食物中毒，其實也許食物的因素反而是比較低的。是料理的人，所以赛斯講過一件事，如果你的食物再高檔，你的食物食材再貴，但是當料理的人，他不是帶着一種喜悅的心，對不起，你吃的東西有毒。我仔細講，你吃的東西不但沒有營養，它還有毒。如果你是帶着一種憤怒，好，比如說有些家庭主婦，好，比如說侍奉父母或公婆，各位一邊剁一邊剁一邊狠，好，那個魚跟肉就是公公婆婆的概念，越剁越不甘願，因為先生都強迫你一定要煮3餐嘛，而且像我們客家人，以前我媽都被我爸強迫3餐都要自己煮，後來常常我們就拉肚子，因為煮的食物它不是帶着感恩，它是帶着什麼？憤怒，它是帶着憤怒。各位，情緒也是一個能量啊。你回到家裡那個低氣壓，父母親吵架，你感受不到那個能量嗎？會，你感受得到。所以當帶着憤怒所料理的食物，它不但吸收不到營養，還會造成你的健康的損失。所以未來我們賽斯村所有的食物，我們怎麼跟那些菜說話？對吧？哇，你擺滿了戲哦，你擺滿了戲哦，都是能貴，都是沙貴。各位怎麼樣懷着愛？懷着一種祝福的心情來料理食物，有時候比食物本身更重要。因為，好，大家知道之前有一本書叫《生命的答案水知道》嗎？好，它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實驗，就是你不斷的去祝福那一杯水，最後那一杯水就是帶着很好的正能量，就是我們所謂的大杯水。你帶着一個詛咒的心，每天罵那個水爛水、臭水、死水，你可以細後。那個水喝下去，馬上拉肚子，馬上拉肚子。好，雖然這個東西被稱為叫偽科學，可是我是相信的，我是相信的。因為難道一個人用什麼心情對你，你會感受不到嗎？你當然會感受得到啊，對啊，會啊。來，所以你怎麼去運用這個東西？我是很自然而然啊。然後我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有愛心，因為看起來這副很沒用的樣子，对，沒什麼攻擊性，很可愛，可是很有愛心的一個人，有沒有？就在我們社會是屬於被競爭者、被淘汰的那一種。好，可是就是人就是很善良、很可愛。对，通常我們說一個人很善良，就是表示好像一無是處的樣子。可是我們的社會低估了善良的重要，這是我們的社會現在有問題的地方。我們的社會低估了善良的重要，但是善良，我覺得是人的基本做人原則。人沒有了善良，再多錢、再成功，對不起，我們都不屑一顧，好不好？對，所以你是很棒的，我是要這樣講。來，迎青，請繼續說。就是被我稱讚都會覺得怪怪的，哪裡不對？對，可是好像又是稱讚，是嗎？是這個意思嗎？你為什麼笑成這個樣子？因為我跟他們實在太熟了，所以啊。你怎麼笑成這樣？對，他就是那種沒有攻擊性的，就是像那個玉琪撒白甜一樣，就在他身邊就很舒服，因為這個人就沒什麼攻擊性，這樣子。哎，迎青，所以你就親我，我觸碰你啦。
沒有啦，開玩笑的，開玩笑的。我就是會跟，我不知道呢，我都會去，很自然而然，我就会去碰觸他們，然後我去跟他們對話。然後雖然我現在還，所以以後我們出的每道菜都先讓你先祝福過，好不好？我連花啊什麼我都會去感恩啊。像我們家的花，我媽媽喜歡種花，然後我都會去碰它們。可是我跟你講，怎麼有這麼善良？這世界竟然還有這種人，難怪會絕種啊！對，真的是很善良啊！你趕快來這邊，我們這邊成立一個稀有動物保護區。你要麼就是回火星，你要麼就來賽斯村，你不要再回社會了，好不好？我強烈懷疑你回社會根本生存不下去。真的，我善良成這樣子，我發現就是你只要去觸碰它，然後去跟它就是對話的時候，跟他說我愛你啊，或者是什麼的，關心他一下，那個花會非常的漂亮，真的，這是真的哦。不澆水可以嗎？不可以，因為人都要吃飯，他也要。要喝水啦哈。對对对，好。所以真的，大家就是去碰它，然後去跟他對話。我覺得這個是，應該算是對他也。對他，因為我們都是一體的嘛，那你去跟他對話之後，我覺得你能感受得到，我自己是這樣感覺的，對。我覺得真的很棒的，就是我們赛斯家族真的善良成這樣。對，但是我真的很害怕把他們放到社會上不能生存。對，可以的嗎？可以。好，我们謝謝你先哈。好，來，還有沒有哪一位同學如果來賽斯村創業，是你在念社工嗎？啊，來，就是他。好，他那天跟許醫師稍微聊了一下天，他說很多年前他受到許醫師的鼓勵，當時在做什麼我也不知道，後來他就發憤圖強，目前在念花蓮慈濟大學的社工學分。研究所，社工研究所，所以未來如果社工學分修滿了，社工研究所念完了，可能可以考國家的社工師。那未來也許有機會到賽斯村來服務。好，因為我們這個基金會正在想要升格為全國性的基金會，那將來有可能跟賽斯身心靈診所做這個連結，所以各地的分會都可以派駐社工師跟心理師入駐服務，所以有可能他將來就要在賽斯村職業跟創業。來，我們先給他鼓掌一下。好，那如果我們賽斯村有我們的社工，各位，以後你的朋友啦，那個做那個小叮當的那道菜有沒有？他就可以做家訪。甚至如果各位你們願意投入長照，趕快去學長照，2.0、3.0、4.0。未來如果有機會，也許我們也可以提供長照的服務。來，各位，像許是像很多個案，比如說家裡一對年輕夫妻雙薪，老人家就送去比如說托老中心，或是1個禮拜有長照人員負責來帶你去看診，甚至帶你去買菜，甚至來陪你聊天。像我最近有一個個案，他是視力不好。眼部黄斑病變，然後嚴重的厭食症。跟我說最近就有長照的人員，花很少的錢，然後他就來家裡跟你說話，陪你聊天，甚至可以帶你去買菜。他說對他幫助很大。他之前已經瘦到電解質失去平衡，整個兩手腫起來。因為各位那個厭食症的人，他會催吐。他也會吃瀉藥，會導致電解質平衡，所以2隻手都腫起來。那天我看到他整個臉開始圓起來了，圓起來了。那之前我們辦旅遊，各位，我真的都怕那個人死在半路上。他體重只剩下30幾公斤，大概稍微跟我身高跟我差不多，體重剩30幾公斤，你知道嗎？最瘦的時候。妙妙，你幾公斤？46，他30幾公斤。我真的擔心他在半路上暴斃。可是他現在慢慢恢復了，而且體重又回來了。對，好，來講一下自己本來做什麼工作，然後為什麼會去念社工研究所。那如果將來在賽斯村裡面
開展你的社工服務行業，你打算怎麼做？我以前的工作，我們先給蔡思尊鼓掌一下。来，有沒有發現我們開始整個都不一樣了，整個都不一樣了。好，我們現在蔡思尊知道開大門走大路，提供大家需要的服務。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根本還沒開始，就是跟着靈魂開公司，我就是 CEO， 他就是以大家的需求做出發點，然後做愛的等值的交換。愛的等值的交換，並不是傳統的，因為商品的競爭，因為匱乏，我要把東西賣給你。因為人們出於匱乏，出於貪念，已經買了太多不需要的東西。好，各位，如果你不相信，許醫師可以好幾年不用買任何的衣服。對，我可以好幾年不用買任何的衣服。或許我們出於匱乏競爭，我們買了太多我們不需要的東西，反而我們真正需要的，我們沒有去照顧它。對，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講，你要當 CEO， 你首先要知道你的客群對象是誰，然後你怎麼去理解他們半夜3點醒過來的時候，他們的痛苦點在哪裡？比如說我們昨天那部電影，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來，各位，這個人為什麼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因為他每天到半夜3點都會醒來，因為他是伯克萊大學的高材生，又是體育選手，等着拿奧運金牌。可是他每個晚上都睡不着，因為他怕萬一他腿骨折了、車禍了，他的人生是不是就完了？所以他每一个半夜3點他就會起來，所以他才會在半夜這個深夜加油站遇見蘇格拉底。那蘇格拉底第一眼見到他就問他2個問題：第一個，你快樂嗎？第二個，如果你萬一沒有辦法再參加體育活動了，或無法參加奧運了，你怎麼辦？他當場嚇到，因為蘇格拉底說出他內心最深的什麼？恐懼。來，各位，以後賽斯村一樣，因為許醫師是治療師，我們就是來處理你最深的恐懼。你最深的恐懼是什麼？小孩子大了不理你，先生外遇，沒錢，還是一個人在家裡倒在那裡死掉3天沒有人知道。各位，你最深的需求是什麼？你最深的恐懼是什麼？那我們怎麼樣來看到這個東西？我們怎麼來提供這個需求？各位理解許醫師的意思？所以物質層面你好像很多東西都已經夠了，可是心靈層面呢？感受層面呢？是啊，來我舉這個華人世界裡面大家一定知道的黃仁勳，他說在他創業的過程，他有多少個晚上他完全睡不着，因為他一直擔心他的公司會破產，甚至到今天他都還在擔心。各位，那麼你深層的痛苦，你深層的痛點，你要去跟誰說？各位理解許醫師的意思？而賽斯心法提供的我們就是怎麼樣？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很遙遠，開悟解脫，尋找內在的愛、智慧、慈悲、創造力、喜悅跟神通。比如說我不能保證你未來的人生一定無災無難，比如說他認識蘇格拉底，他還是發生車禍啦，他還是大腿股骨粉碎性骨折啊。可是蘇格拉底會幫助他在10個月內有辦法回到運動場上，甚至拿獎牌，幫助他在遭遇人生重大挫折的時候，他不會去自殺，在他生命最脆弱的時候有人接住他。我希望我們賽斯村將來扮演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任務。你看那個同學在哭了，還是沙子跑進你眼睛，我也太巧了吧。像他女兒課業壓力、人際關係壓力，女兒會割腕刺傷，這媽媽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到都臉都脹起來了。他這東西跟誰說？跟誰說？各位，因為在我們的社會，大家表面上看起來都很好，可是你最深的寂寞呢？你最深的傷痛呢？你說給誰聽？各位，不會說的，不會說的。好，我們已經把它晾在這裡很久了。來，為什麼要去念
花蓮慈濟的社工研究所，是受到哪一個偉人的啟發？然後你將來如果在賽斯村創業，你打算怎麼創業？我也是想當那個接住別人的人，因為我自己曾經也是有掉下去過2-3次。你怎麼樣掉下去過2-3次？掉一次就已經很慘，你掉下去很恐怖誒！你這麼重，對啊，要有點結果好不好？我第一次掉下去是在我念大學的時候，因為覺得念書都很順遂，但是我面臨第一次，我覺得对我是很辛苦的事，因為我要去成績不好要休學這件事情，我覺得讓我念大學成績不好要學，那是很丟臉的，怎麼對父母交代？对，當時覺得很丟臉，對不對？怎麼對父母交代？尤其那種從小很乖的小朋友，對，怎麼辦？要休學？對，而且就會覺得，因為同學就變學長學姐，對不對？來，怎麼辦？怎麼會念到要休學？是翹課還是談戀愛還是幹嘛？去打工，因為以前就是高中以前都在花蓮，都在爸爸媽媽的保護之下，去念大學就是到外縣市去了，就覺得打工是借口啦，玩瘋了啦，各位就是放出去，以前被管得太好，被保護太好，一旦到外面就不愛念書，就玩瘋了。打工只是去玩的借口啦，對不對？不過那時候真的打蠻多工，覺得很喜歡跟人家互動的感覺，也沒那麼愛念書了，也沒有啦。來，然後呢？然後就是爸爸媽媽其實都還是他們沒有很生氣，就是也是默默支持我把學業完成。然後我也覺得就是都已經念到剩幾個學分而已，我還是努力把它撐完。然後後來還是對，就延畢1年，2年，延畢2年。父母只是嘴巴沒說，幹在心裡啦。對，就是我心裡覺得很過意不去，就是那個對我當時的壓力蠻大的。對，就是演了2年，那後來呢，又再掉下去一次嗎？對，又掉幾次啊？掉2次，掉2次。我突然忘記第2次是什麼。那時候也真的工作的部分，就是我第一份工作其實是做業務，保險業務，然後就是因為喜歡跟人家聊天，喜歡互動，然後當时後來做工作的轉職是因為有小朋友，我想要換到比較穩定，週休2日，然後晚上可以在家陪小孩的工作。我想要轉內勤，我發現我居然找不到工作，就是之前都是跑業務或是做銷售這一類的，居然找不到行政內勤的工作。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就是當時我以為我可以胜任那份工作，結果發現我居然不行，就是也是撐了大概快8個月，就是真的決定要離職了。但那當時的主管對我還不錯，就是他覺得我可以去換到另外一個同公司的另外一個單位試試看。可是當時要轉單位前的那一陣子，真的是我覺得我怎麼會這麼沒有能力？明明都是內勤的工作，為什麼我做不來？我也很努力的，就是告訴自己再試一下，然後但是覺得後來有轉過去，但是做不來。轉到新的單位之後，就發現如魚得水。对，但是也稍微有被工作量壓到。是，但新的主管也是一直提醒我說，你要注意你的工作流程，你去調整你的工作流程。剛開始都會覺得這種東西是忠言逆耳，會覺得主管你根本不知道我到底在忙什麼，我有多忙。可是過一陣子發現，他那句話這樣也是外表乖乖，內心很叛逆，就是好像別人講的話不太容易聽進去，尤其是父母說的話哈。對，就是一定要自己也要撞得頭破血流，才能學到生命的功課。对，我如果不自己學習，永遠都是你說我就相信，那我算什麼？我總要自己去嘗試嘛。所以有些孩子不是你說他就會聽，他是要自己去嘗試的，對不对？沒錯。我有發現我真的是這樣的人，然後對，就是但是我經歷每一次試錯，我覺得那都是我的經驗的累積，人生寶貴的經驗。那怎麼又想轉到社工？是怎麼樣受到一個偉人的啟發？我有偉人，一樣粉紅色的偉人。對，是怎麼被這個偉人啟發的？把這個偉大的過程跟我們分享一下。當時是因為來參加工作坊，然後那時候就是第一次覺得很接近偶像，因為我覺得就是在心靈成長這方面，我一直想要追求那種就是讓自己
心裡安定。对对对。那有没有在追求存在的意義？你為什麼要存在？我覺得從小我一直在找我的使命，可是這種東西跟別人說，別人都覺得天方夜譚。沒事，你就哭吧，因為實在的確很難說出口。到底人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我為什麼要存在？如果我的存在有一個使命，那我的使命是什麼？如果我這輩子找不到我的使命，我就這樣死掉了，得到神經內分泌瘤，我甘不甘願？對不對？是，所以你是在尋找生命的更高的意義，是嗎？嗯，對。最後會選擇去念社工，是因為我最後工作的單位是在醫院的護理站。然後那時候我其實看到很辛苦的病人，我都很想去跟他們聊天。但是因為我是行政人員，对，我很害怕說，我的一個好心，行政只能办住出院、办結賬手續。對，你不能跟病人說太多話，只能跟他講這次住院多少錢，要去哪裡刷卡，對不对？來我這邊付錢的。對，就是看了很多，就你也很想把你所學的一點點皮毛的賽斯心法，看能不能去幫助他們，想成為一個助人者，不想那邊直接每天幫他們算出院結賬要多少錢。對，因為在這邊也看到了很多大家分享的經驗，因為會在那個場合遇到的人，其實大多數人他們比較不會接觸身心方面的這些資訊，或是有機會接觸到這個。是的，我還是要稍微講一下賽斯心法哈，各位，為什麼許醫師要花40年接觸賽斯心法？來，我當醫生到現在已經超過30年了，推廣賽斯心法也超過30年了。因為很簡單，我自己身為一個醫生，我發現藥物、手術各種的東西，不管再怎麼進步，最後人是要回到心靈，回到你的情緒，回到你快不快樂，回到你真的有想要活下去嗎？回到你真的覺得你過得好不好？來，各位，我講一句實話，過得不好的人生，我們真的還希望他也許早一點離開這個世界，也許並不是壞事。所以疾病絕對不是只是單一身體的現象，大家都知道疾病跟情緒跟你過得快不快樂有很重大的關係，可是很少人把這東西變成是可以操作的，可以操作变成一種療癒，可以操作变成一種健康。這就是赛斯心法最大的貢獻，它變得是可操作的。对，來，後來我開始念書了，然後我離開前，我跟我們就是某一個互動還不錯的護理長，我跟他說，我以後每個禮拜我想要回到病房，然後想要跟病人交流，我借由我曾經學過的解夢，還有一些牌卡的東西，我想要借由一個工具去跟他們聊天。所以我現在每個禮拜都會到醫院去，然後除了我現在還沒有真正打入，你現在以後就可以到賽斯村來啦。我們這邊有很多，有沒有在這邊常住的？好，來這邊有需要都可以找我聊聊。他就開始他的創業啦。那將來如果拿到執照，又可以正式進行社工的工作，也許政府還可以補經費給他呢，對不對？對啊，所以你已經開始創業啦。我已經在進行中。對，來給他鼓掌一下。好，但是將來從事社工的工作，他可以直接跟政府請經費，在賽斯村執行他的社工業務，不只關心賽斯村來這邊的人，還可以關心鎮上的人，還可以把賽斯村的志工派到關懷附近的獨居老人。各位，這些獨居老人都種一手好菜。對，我們可以去那邊關懷他，順便帶一些菜，超阿貴，對吧？還有那什麼那個雞丁是什麼丁對？小叮當，對，他真的長得很像小叮當了，很可愛。對，長得很可愛。他也是獨居老人嗎？哦，那你真的就需要了，真的哦。2、3年了，2、3年了哈，你就常來好不好？因為受到老師的鼓勵，所以就搬來鳳林。是哦，從哪裡搬來？台中。給他鼓掌。
少人受到徐醫師的鼓勵，從台中搬到鳳林來。但是有一個問題，我沒有想到。沒有什麼？我沒有想到有一個問題。什麼問題？一個人住會有一點害怕。來，像你昨天晚上就來跟我們看電影，未來我們這邊有什麼活動，你就來這邊當志工。但是都是半夜2、3點。半夜2、3點去找我們的主任，他就住在那附近。好，我叫他後門留一個門給你。好，你就隨時半夜有沒有，你就鑽到他的床上靠上去，鑽到他的被窩，我叫他被窩旁邊留一個位置給你。好啦，甚至我這樣說好了，如果未來我們這邊常住的人越多，我們這邊容納不下，其實我不反對，但是我們要篩選過，我們要列管，好，找善良的，好，不會去傷害欺騙別人的，那願意跟他一起來居住的，甚至我覺得都可以，然後互相照顧。我現在找一個伴好不好？我現在在努力在調試，但是我不會想找個伴，太囉嗦了。做中藥材是吧？哦，那我們那個後山都讓你種啊，看你要種什麼啊？種人參啊，種什麼蟲草啦，種天山雪蓮啊，隨便你種啊，好不好？那以後我們這邊人來人往，你就半夜睡不着就來。就像學師昨天半夜到快11點，我還在外面跑步嘛，你就到那個路上找我。真的啊，我昨天還在路上跑步啊，我還回頭看有沒有鬼這樣子。對，然後越跑越快，有鬼是不是在追我這樣子？好了，是講笑話。所以以後許醫師，他至少這邊弄了一個住的地方，所以以後許醫師每個月也都會在這邊至少住3天。鼓掌一下好不好？對啊，我本來戶口是在鳳林鎮呢，我是後來台北那邊有需要我才遷回去的呢。我是鳳林鎮民哎，我鳳林鎮民好7、8年、十幾年了耶。原來我們是同樣都是鳳林鎮民。你也是客家人哈，但我不會講客家話，我只會吃客家菜。好來。那以後當社工，你打算怎麼去服務社會大眾？比如在賽斯村創業。對，因為我當時我就問老師，如果比如說有時候你小朋友你覺得你要去工作，就派他去陪這個阿嬷啊。對哦，今天也是很努力想要說服來。那家裡幫阿嬷寫功課，阿嬷就幫你那個啊，看看有沒有調皮啊，功課有沒有寫完啊。好，你覺得怎麼樣？我的棍子去找你玩嘛，又不是要你負責，只是讓他媽媽有地方放一個小朋友，然後工作完再把他領回來，好不好？再看看哈，那我幫你答應了，我幫他答應了。姐姐，我們也吃素哦，小丁他们才可以的，吃素来，你小朋友来，来，你看這個小朋友。他一副多可愛的樣子，人畜無害，還吃素。你看你有沒有覺得一眼就覺得很合你的眼緣？來，你哪一個阿嬷你喜歡，自己去走過去，看你走向哪一邊。我2個讓你挑一個當阿嬷，來，你走過去，來，趕快。那你走到中間去就好了。各位可不可愛？你看可愛成這個樣子，你沒有覺得那個表情都融化了嗎？你看有要告我身邊登過的給他轉大人的還是那個什麼？對，要幫阿嬷去弄一點藥材好不好？可以嗎？可以。我說有時間的時候。哦。你小學幾年級？2年級。小學2年級對啊，幫阿嬷整理一下藥材，認識一下藥材呀，好不好？好。他說好了，在被威逼利誘之下說好。對，然後這小朋友那一副要睡着真可愛的樣子對。真的嗎？那我們抱一下。像我很多兒童的個案要離開診間，我都會跟他們抱一下。對，來叔叔看一下，然後抱一下。我他們做治療都這樣子。
都這樣做治療，然後很喜歡來看。對呀，你們只知道我對大人有一手，沒有对小朋友更有一手。对，好的，還沒講，將未來當社工工作，來怎麼樣？好，能夠來賽斯村創業。對啊，我也想要。比如說我們剛講賽斯村周遭的那些獨居老人啊，可能都是你服務的對象，那又能服務他們，又能夠賺到錢，有沒有？對，因為我也想要做行動社工，可以不用局限在某一個場域。对，甚至如果行動社工哈，我先這樣講，如果將來哈，我們募一輛車給他。募一輛車就是行動社工，就開着車到大街小巷，你們就上去他車裡面做服務，聊聊天，對，做家庭評估、經濟評估，或弱勢家庭需要什麼政府的資源，就找社工。各位，對啊，就行動的，包括到偏鄉去，開到山上去啊，那個猴子有沒有都很需要輔導的？山豬、猴子都很需要。我有學動物溝通哦，我上去跟他們聊天好了。對，到底是清蒸還是紅燒？先問過他嗎？動物溝通噻，來，我們需要寵物溝通哈。對，因為我們這邊山豬好像蠻多，希望推出比較好的山豬料理之類的哈。這真的要溝通一下。好了，好，我們給這同學鼓掌一下哈。好，來，各位，徐師的暖身沒暖身完，但是我們時間已經到了哈。我們開始講今天的題目。你看我手上準備這麼多，好，準備所有的 PowerPoint。好，但是今天時間已經到了。等一下，來，那個主任，每個人留下啊聯絡方式，以後賽斯村有什麼電影欣賞，好，什麼免費的好康的，好，通知大家。好，然後我們這邊有免費贈品，對不對？好，掃 QR code，然後講義自己回去，免費贈送你講義。好不好？把講義發給大家。來，所有學生要講的都在裡面，我一個都沒有講，好，因為第一天暖身一下，好，來跟大家做一個連結。那簡單來講，好，來最後的結論，跟着靈魂走，我就是執行長。雖然學生好像沒有講，但是我讓所有的同學上來分享。你怎麼當自己的 CEO？ 你怎麼樣以賽斯村為基地，甚至開始創造你自己的生命，成為自己生命中的 CEO， 好不好？那這就是賽斯心法的概念。我創造我自己的實相，我創造自己的實相。來，今天縱使你是個家庭主婦，各位，你可以把自己生活過得很好，你也是自己的 CEO。沒有說你一定要工作賺錢，你才是 CEO。明白我的意思嗎？你們每一個人如何找到自己的力量，如何創造自己的實相，好不好？好，那等一下各位走走看看我們的園區，好不好？我們今天把時間交給主任，謝謝。